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乌鸦斯威因绝活哥的辅助对线情况。这版本的辅助的话，硬辅里面比较难受了，除了牛头在硬辅里面算得上站得出脚的话，没有几个。像斯威因的话，其实这局也是没那么轻松了，打到后面其实都已经成了那种又要扛伤又要打输出的那种。这里的话，斯威因前期先做一个那个时光法杖，增加自己的坦度和法伤，中间就补伤害，然后最后再补那种双抗的装备。像血量的话完全没问题，只要他前期被动叠得好。像斯威因前期最好就是学一技能、三技能最好。为什么？你学二技能，所以对面只要稍微走位不停的话，你是有点难命中对方那个，就是有延迟嘛。当他一中以后再放 W 就可以叠2下的那个被动。就 EW2连的话，就每次都能叠2个。这里面因为女警手长，还有那个卡尔玛也是手长，强化 Q 的话一直被他消耗的话也是扛不动。前期的话，像有女警这种线上手很长，然后就是前期压制很强的话，其实你们就别想着说要去过多的去想要线上把对面打爆，稳住为主，看自家打野过来，看看能不能找个机会就够了，或者说对面想找机会，然后又给机会的这种打反手。这里打野过来了，对面2个人都交闪了，就不好抓了。这里命中了第4炮，就近的第4下是伤害最高的嘛，所以这里可以强行越一下，让绝猴哥自己扛伤害。千珏有大招，利用最后一下闪现跑，但杰给了大招。永恩过来帮忙了，那这部团战的话也不算亏，还是赚了。这里面你可以看到，他带的天赋的话是带那个征服者，就说明这一局他就想着要打输出为主，为射手补伤害。
因为像镜这种持续伤害没那么高的那种，就可以用这个阵容去搭配，让那个斯威因作为一个开团手，然后还蛮不错的。这里拉出来，对面李锦在那里，那个阿离在那里，那这样的话就只能选择送塔了，然后吃一下兵线。这要及时止损。然后这里面你看到那个符文带的话，带征服者，然后三蓝，一个海克斯闪现，然后一个减 CD， 还有一个就是技能。因为有这个技能的话，你去粘对面后排的话，因为像镜的话，其实完全可以躲在后面去输出，拉开距离，他就不用说一定要往前走，然后补输出。这里面带那个峡谷那个什么僵尸守卫的话，就尽量去点对面的眼，让自己更早的把那个法师那个强化给点出来。现在的话，它就是怎么说呢？你最多叠5层嘛，所以你只要排5个就够了，就是排每层增加3点攻击力和6点法强，这5层里面就有30点法强，然后积累满5次以后，额外获得10点攻击力和20点的那个法强，所以这50点法强等于就是一个小剑。像这个版本的辅助可以很快的清野，就像有排眼刀的那种感觉一样，所以有一些辅助你想补伤害，完全可以选择带这个天赋。这里面撞那个阿离有点不太明智，毕竟没什么输出。这里射手也被抓到点，那这样的话，6分那个中期团的话，其实没那么好团，经济优势不大。石头人去 Q 中那个武器，做一个减速。像前期玩乌鸦的话，还是要以叠被动为主，尽量用技能去命中。团战的时候也是，因为你团战命中的时候，像 W 和 E 技能命中的时候是可以回血的。Q 技能的话是没有回血，它是单纯的打出一个伤害。像如果你击杀敌方，或者参与助攻的时候，大招的 CD 会持续，然后在大招范围内的话，就有各种回血效果，就很爽。这样的话没机会了，跑不掉了，对面辅助一直黏着，但上路拿到了一些资源点，倒没有太亏损的太厉害。
像这局的进必须得早点做金身，因为对面劫射手是保护不了，那个辅助是保护这种辅助是保护不了射手的，只能去做冲阵。然后射手的话能拖住对方击杀的时间，就是能拖住或者保下来，把命保下来，就是最正确的。其他的就不用再去想。哦，永恩攻大了。这里闪现进场，想把对面的女警给秒掉，但对面太肉了。还有没有？这里面像 W 和 E 技能命中以后回的血量还是蛮多的，是几百的给，而且又能叠加被动。对面掉点，所以直接来选择拿大龙。对面武器掉了的话，那对面肯定继续选择拿小龙。但拿完看看赶过去能不能再把小龙给拿下来。哦。火龙没有保到，但对面阵容有点散，可以一直往里追。像你们玩斯威因辅助前期，如果对方是拉克斯这些，其实你会很难受。这里面有个点哈，想玩这个阵容一定要有个好的射手。如果没有好的射手，这个阵容不太建议大家去玩，因为崩得很快。你发现你根本扛不住对面的伤害，然后你射手的经济也被压得很厉害。这里面的话，射手就估计跑不掉了。像这个版本的话，节奏是变快了，然后但是如果说你想要赢的话，还是必须得超级大优势，不然的话就是还是很难赢，就必须得等到15分钟以后，这种优势已经很明显，要么就到那种叫拿到那种龙团或者远古龙和那个大龙的19分钟，那时候开始。
这样没有兵线的话就不好推进，还是得等超级兵或者说那种大龙强化小兵。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个点，就是如果有人做破剑者，这兵线其实也很好推进去。所以有人说破剑者不行不咋地什么的，但我觉得破剑者其实还是有用的，当那种超级兵进线的时候他们就没办法清。那这样的话这期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